奥地利放弃维持70年的中立，入约抗俄。因为乌俄战争，瑞典、芬兰相继加入北约。现在北约或许要再加一个成员国了，那就是奥地利。截至目前，奥地利已经保持中立70年，只是就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中立已经无法保护奥地利的安全。此外，瑞士也想要与北约签订秘密协议，以应对俄罗斯可能带来的袭击。冰岛维持数十年国防政策也将迎来巨变。可以说，俄罗斯仅靠一己之力使北约再次壮大。那么奥地利加入北约有没有什么阻碍？瑞士在2次世界大战中都保持中立，这次又为何想要与北约签署秘密协议？为应对俄罗斯入侵，欧洲又有哪些新举动？火力军宣布，俄罗斯就是北约的宣传大使。乌俄战争爆发后，芬兰、瑞典放弃中立，加入北约。现在，奥地利也想放弃维持70年的中立身份。7月29日，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在接受德国《世界报》采访时表示，维也纳已准备好讨论放弃中立并加入北约。原因也很简单，时代变了，单靠中立已经无法保护奥地利。不过说白了，还是俄罗斯的威胁太大，奥地利需要真正的伙伴关系来保障安全。这点火力军也能理解。根据1955年的奥地利国家条约，奥地利统一但必须保持中立，禁止加入任何军事联盟，并在其领土上建立外国基地。之后通过联邦条例，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承诺保护奥地利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从这点来看，奥地利保持中立与乌克兰签署的布达佩斯备忘录如出一辙。但是结果很明显，布达佩斯备忘录没能保护乌克兰，奥地利也没有理由相信它能得到安全保护，更别说联邦条例的签署国还没了一个。就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奥地利加入北约并没有阻碍，毕竟当年宣布中立也是被逼的，夹在华约与北约之间，只能是中立，现在已经不需要了。20世纪30年代，德国崛起之后，第一个挨揍的就是奥地利。1938年3月12日，德国通过军事手段武装占领奥地利，紧接着就签署德奥合并法案。虽然这违反了凡尔赛合约中禁止德奥合并的条款，但是在同年4月，英美等国陆续承认这一合并，奥地利丧失独立国家地位，成为德国的东方省，并直接参与了2战。不过在1943年，英美苏联3国发表莫斯科宣言，认为1938年德奥合并无效，奥地利要在战后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而在2战期间，奥地利与德国站在同一战线，要承担责任。等到1945年，苏军发动维也纳攻势，德国败退，苏军占领奥地利全境，同时盟军攻入德国，占领德国全境。等到1945年5月，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协议。然后有意思的就来了，在2战中，虽然奥地利也是受害者，但毕竟属于德国一方，于是奥地利就被瓜分了。1945年7月，苏、英、美、法达成分区占领奥地利的协议，并成立盟国委员会，共同管制奥地利。不过2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冷战阶段，奥地利就成了双方对峙的前沿之一。对于苏联来说，在控制欧洲半壁江山的情况下，战前最大的威胁，也就是德奥合并所造成的后果，已经不复存在。奥地利已经无足轻重。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逐渐掌握苏联，并主张缓和美苏局势。对于北约来说，华约就是最大威胁，与其保持接壤会进一步加剧态势。让奥地利独立并永久中立，可以保持南翼的安全，缓解地缘政治压力。刚好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主张缓和美苏关系。于是奥地利的机会来了。1955年，英苏美法奥签订奥地利国家条约，规定德奥之间不能缔结任何政治或经济组织。不久之后，奥地利发表中立宣言，承诺永久中立，不会加入北约或华约，不允许外国在奥地利建立任何军事基地。英苏美法立即从奥地利撤军，至此奥地利重新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从这点来看，奥地利就是北约和华约的缓冲国，必须保持中立。不过苏联解体之后，奥地利不再是北约与华约的缓冲国，只是一个简单的中立国家，完全可以放弃中立加入北约。不过当时的奥地利政府依旧选择中立，估计是尝到甜头了，既能在国际事务中保持自主性，还能避免卷入大国对抗，重点是省钱，因为其保持中立，国防开支也不高。这就导致一个结果，战地较低，无法保卫自己。在2025年的全球火力指数中，奥地利排在第68名，比较接近的就是古巴和斯里兰卡。作为中欧国家，这个排名其实已经很低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奥地利军队中陆军3.1万人，空军4300人，预备役人员12.6万人，海军士兵为0，毕竟是个内陆国。不过奥地利是义务兵制，
所有18至50岁的男性都必须服义务兵役，女性无需服义务兵役，所以有必要的话，所有适龄男性都能上战场。不过装备就不行了，规模太小，几十辆豹 2A4， 现在计划升级到豹 2A7 标准，装甲车辆则是乌克兰步战车潘德。虽然奥地利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军事现代化，采购了新的后勤车辆和火炮系统，但依旧不够。保持战备状态的自行火炮仅23辆，火箭炮数量更是为0。不过在特种部队领域，奥地利的实力还不错，有一支狩猎突击队，任务性质与其他国家的特种部队类似，比如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和英国特种空勤团，主要负责反恐和反叛乱等任务。在空军领域，核心装备就是台风战机，还有 C130、大力神和黑鹰通用直升机等。奥地利还计划采购更多的台风和黑鹰，并加入了欧洲天空之盾倡议，以加强其防空能力。装备挺好，缺点还是数量少，加上教练机、运输机、直升机，处于战备状态的飞机仅有64架，并且没有预警机，作战不成体系。海军则是没有，作为一个内陆国，奥地利仅有少量多脑核巡逻艇。从这点也就能看出来，奥地利军队极具欧洲特色，规模不大，但装备精良，专注于国土防御和国际维和。不过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的是，其他人大多已经加入北约，但奥地利没有。这就意味着这一点兵力根本不足以保护自己。如果是在和平年代，这也无所谓，自己一个中立国，周边也没什么敌人，没必要大幅扩充军备。但现在乌俄战争扩散，战火即将烧到欧洲，奥地利必须找一个靠谱的伙伴，这个伙伴就是北约。可以预计的是，奥地利加入北约后，实力可以快速扩充，其战力一般，但国防工业实力很好。在陆军领域，配套有比较完整的军工产业，从大口径火炮、装甲车辆、轻武器及工程后勤装备应有尽有。参与企业约250家，从业人员约4万人，覆盖从研发到生产的全链条。奥地利陆军装备的乌兰布战车就是奥地利与西班牙联合研制。在工业方面，奥地利拥有130多家技术领先世界的隐形冠军企业，比如奥钢联，生产高性能合金，应用于飞机发动机零件，占全球份额约1/3。SpaceX 火箭元件都是奥钢联生产的，还有 AVL， 燃油发动机行业的顶级企业，没有之一，为很多著名汽车厂设计发动机。全世界的发动机测试设备几乎都是 AVL 的产品。ROTX 小型燃油机的生产企业，名气虽然不大，但是在所在行业非常有名。世界很多远程无人机用的都是 ROTX 的发动机。还有格洛克，国际知名军工企业，手枪畅销全球，很多警察军队的标配。斯泰尔 AUG 突击步枪也是奥地利的产品。奥地利的企业大多负责产品某一技术的供应，不负责品牌营销和拓展，这也是欧洲国家的常态。某些零部件的技术奇高，但自身缺乏完整的工业体系。或许是因为加入欧盟，其实奥地利早就可以看作偏向北约了，只是自己一直没有察觉。俄罗斯很早就指责奥地利允许北约装备过境运往乌克兰，维也纳正在实际上瓦解自己的中立。乌俄战争爆发后，欧盟一直在援助乌克兰，很多都是通过组织援助，奥地利或多或少都出力了。在2023年，欧盟成员国联合采购弹药援助乌克兰的行动，奥地利就参与了。从2022年至2025年之间，奥地利通过欧盟分配机制向乌克兰提供了总计30亿欧元的援助。除此之外，奥地利与北约还在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框架下进行合作，可以说其永久中立的内涵早就发生变化了。不过没有加入北约就是没加入，北约第5条例也不会照顾它，所以奥地利才会想着加入北约。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奥地利现在只是提出入约，并没有确定加入。虽然北约很欢迎奥地利，但是奥地利内部还有很大的分歧。在1955年，保持中立就已经写进奥地利的宪法，想要加入北约就需要修改宪法，这需要在议会得到2/3的支持，并且可能需要进行全民公投。就目前来看，无论是奥地利政界还是民众，支持加入北约的比例都比较低。这点很正常，在过去70年里，奥地利是中立国，现在突然要加入北约，需要一段时间调整。考虑到俄罗斯的威胁不断扩大以及战争扩散的问题，扭转民众舆论并不难。对于奥地利来说，最难的如何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5%。根据国际银行的数据，在2023年，奥地利的国防开支仅占 GDP 的 0.844%。从1960年至2022年，这一比例的平均值为 1.15%， 远低于北约之前要求的 2%。受到乌俄战争的影响，奥地利政府打算增加国防开支，要在2027年之前将国防开支提升至占 GDP 的 1.5%， 未来逐步提升至 2%。
在2025年之前，谁也不会挑奥地利问题，但是现在不行了。特朗普要求北约成员国要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5%。对于奥地利而言，在政治和经济层面都面临着难以逾越的障碍。当前的奥地利政府已经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政府预算赤字超过 3%， 不断上涨的福利和能源成本已经压缩了新的支出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奥地利将军费提升至 GDP 的 5%， 就必须大幅削减其他公共开支，这或许会引发公众的强烈反对。在奥地利民众本就不想放弃中立的情况下，加入北约将面临更大的压力，这才是阻碍奥地利加入北约最大的绊脚石。除了奥地利，瑞士这个中立国也有加入北约的苗头。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瑞士就被正式确定永久中立国，避免因地理位置卷入未来冲突。在2次世界大战中，瑞士均保持中立。按照瑞士的宪法，该国要在国际事务中保持永久中立，包括不参与战争，不允许自身以及他国通过其领土向战区运送武器。只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瑞士政府已经打算放弃中立。2024年的时候，瑞士展望报报道，瑞士国防部一份尚未提交的报告披露，北约官员之前访问布鲁塞尔期间，曾告知该研究委员会，瑞士绝不能形成安全漏洞。报告建议瑞士调整中立策略，为集体防御做准备，包括参加北约的演习。同时，报告还敦促瑞典政府尽快修改联邦战争物资法，向乌克兰运送坦克以及更多的武器。就具体内容来看，报告并不建议瑞士加入北约，而是在网络、混合战争等领域加强与北约的合作，这将快速增强瑞士的国防能力。不过，这依旧存在一个问题：瑞士没有加入北约。如果北约成员国遭到攻击，瑞士作为中立国兼北约和平伙伴计划成员，瑞士该如何应对？或者瑞士遭到攻击，北约是否帮助？报告建议，与其做出官方声明，不如与北约国家签订秘密的、不具备约束力的初步协议，商议双方面对远程导弹威胁、针对欧洲国家的大规模网络战，或者是领空侵犯等不同假设情况的应对内容。说白了，就是加入北约，但是不公开。如果北约国家遭遇威胁，瑞士可以根据该协议对其进行援助。与其对应的是，如果瑞士遭到打击，北约国家也要处理。这种模式避免了奥地利所面对的军费问题，但北约是否同意不好说，这不就是白嫖北约吗？并且这也意味着瑞士放弃中立国的地位。既然如此，不如直接加入北约。总的来说，由于乌俄战争，瑞典、芬兰已经加入北约，北约已经站在俄罗斯家门口，但俄罗斯依旧以北约东扩为借口，不停止乌俄战争。由此可见，这只是一个借口。不过对于北约来说，俄罗斯就是最好的销售员，就连奥地利与瑞士都计划加入北约的怀抱。随着北约成员国增加以及军费大幅度提升，俄罗斯未来的日子将更不好过。除了奥地利、瑞士，欧洲其他国家也有新举动。德国的扩军计划有所进展，冰岛也要研究改变维持数十年的传统，想要组建常备军。德国之前宣布末日战备，要在2031年前每年都招募4万人参军，其目标是到2035年将专业部队扩充至26万人，预备役则扩充至20万人。事实证明，在乌俄战场的当下，征兵的难度并不高。根据德国国防部公布的消息，2025年1月至7月，德军新招募入伍近13750人，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28%， 其中全职和兼职士兵增长 26%， 志愿兵增长 31%， 文职岗位的申请人数也上升了 31% 左右。目前，德国联邦国防军下辖8个旅级战斗队，正在组建第9个，作为海外驻军部队。为了满足北约增强威慑和防御能力的目的，德国至少还要组建7个旅级战斗队。这部分战斗队主要在北约框架下组建，可以根据训练、安全和任务需求前往北欧、东欧。不过，并没有公布上述旅级战斗队的运转时间。有消息人士称，德国需要在2029年之前具备抵御外敌、对北约领土发动大规模攻击的能力，这或许就是最终时间。为了补充兵力，德国还想要拓宽兵源渠道，计划要求18岁及以上的适龄服兵役男性完成一份关于服役意愿和服役能力的调查。之后，军方就会联系潜在的服役人员，也就是提前确定征兵人数，而不是被动。如果可行，德国将制定新的征兵法案，最早会在2026年1月1日生效。另一边，冰岛的国防政策也将迎来重大转变。1944年，冰岛完全独立，之后更是成为北约的创始成员国。但是在国防问题上，冰岛一直看得很开，自己就40万人，经济也一般，没有组建军队。2024年，冰岛 GDP 大约为342亿美元，也没有精力去买武器，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冰岛军费仅占 GDP 的 0.15%，
也是唯一没有本国军队的北约成员国。至今没有国防部，没有情报机构，全部防务力量只有一支海岸警卫队，以及一支由警察和海岸警卫队员组成的应急救援队，维持国内治安。防务安全都是交给其他国家负责。1951年与美国签订防务协定，由美军负责其防务。2007年与挪威、丹麦达成合作协议，由两国共同承担防务职责。当然，这不是没有代价的。对于北约来说，冰岛的首要作用不是出兵和出钱，而是助其实现地缘战略目标。在冷战期间，北约可以在冰岛监控苏联海军在大西洋的调动，所以冰岛向北约伙伴国免费提供必要的军事设施和基础设施，后者负责防卫冰岛。不过，随着全球局势大变，冰岛也要重新考虑国防政策。乌俄战争爆发后，欧洲各国都加强军备，预防可能到来的冲突。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后，更是提出要从欧洲撤军，欧洲的安全要交给欧洲人负责。另一边，随着冰川不断融化，释放出了新的矿产资源和北方航道，冰岛这个战略要地又重回各国的眼光。在这种情况下，冰岛的国防政策也迎来改变。根据德国媒体的报道，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表示，在冰岛，人们的意识正在转变，正在更公开地讨论与北约有关的问题。北约提出将成员国的国防开支提升至占 GDP 的 5%。冰岛虽然并不在此类，但还是宣布至少会将 GDP 的 1.5% 投入非军事的防务领域，比如凯夫拉维克机场、海岸警卫队、民防、能源领域和通信网络。甚至有消息提出，冰岛要独立建军。就目前来看，冰岛政府并无此意，但也没有排除建军的可能性，估计是民众不同意。根据民调显示，有3%的受访者反对冰岛独立建军。对于冰岛来说，由于人员与资金上的问题，想要保护自身的安全，建军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找大哥才是最香的。在此之前，这个背景是北约。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欧盟也要成为冰岛下一个大哥。有消息称，冰岛将重启入盟谈判。民调显示，大多数的冰岛人希望重启与欧盟的谈判，其中 45% 的人支持加入欧盟，比之前高出5个百分点。约 35% 的人反对，其余人尚未做出决定。在2024年，冰岛政府承诺要在2027年举行全民公投，看是否加入欧盟。就结果来看，这个可能性非常大，并且在局势愈发紧张的情况下，公投时间很可能会提前。冰岛想要加入欧盟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在美国考虑撤军的当下，欧盟俨然已经成为一个独属于欧洲的军事组织，比如8000亿欧元的重整军备计划，并且欧盟还计划全面升级基建，以加强备战。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盟交通运输事务负责人警告，欧洲大陆的公路、桥梁和铁路并不适合快速运输坦克、军队和军用物资。如果东欧发生冲突，北约征召坦克应对俄罗斯的入侵，坦克会卡在隧道里，导致桥梁坍塌。所以欧盟计划斥资170亿欧元，全面改革欧洲大陆的基础设施，以提升军事机动性，比如升级老旧桥梁、拓宽的狭窄桥梁。根据当前流出的消息来看，在建造基础设施时，欧盟并未考虑到在整个欧洲内运送军队。欧洲公路上的卡车一般重40吨，而坦克重达70吨，运输存在限制。如果想要把军事装备和部队从欧洲西部调动到东部，一般需要数周甚至是数个月的时间。按照欧盟的想法，要在欧洲大陆上组建4条军事走廊沿线，并通过500个基础设施，确保能在几天内调动部队，以应对外部袭击。欧盟会有这样的想法，火力军并不意外。6月份的时候，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就警告成员国，俄罗斯可能会在2030年之前对北约发起进攻，而美国却计划减少在欧洲的部署。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只能靠自己。出于安全考虑，升级基建的项目处于保密状态。不过，欧盟委员会在即将出台的2028年至2034年预算提案中表示，将投资170亿欧元。当然，具体多少钱还是要谈判的。在北约要求提升军费的情况下，投资或许会缩水。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奥地利会加入北约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